榆木疙瘩养成了一个毛病，每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盯着沈翠珍送过来的那2只芦花鸡。只要闲下来，榆木疙瘩就要点上他的旱烟锅，坐在门槛上对着那2只芦花鸡发愣。榆木疙瘩没什么本事，人老实，要不然大伙儿怎么会喊他榆木疙瘩呢？可有一样，榆木疙瘩在伺弄家禽方面是个行家，对鸡的脾性，榆木疙瘩很了解了。鸡喜欢合群，所有的家禽都喜欢合群。别看它们整天散落在外面刨食，其实是一家一家的。白天里刨完了食，天一黑，它们自己会往家里走，永远都错不了。一旦来了新伙伴，你不能放，一放就跑了。关键是要摆在家里闷上一些日子就好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家畜就不一样。家畜们生性孤傲，自尊而又自大，往往守得住寂寞。比方说牛，比方说驴，他们自得其乐。该忙的时候忙，该闲的时候闲，真正做得到独来独往。大棒子去了，但2只芦花鸡来了。刚开始的那几天，2只芦花鸡有点怯，光知道躲在角落里侧着脑袋，一愣又一愣，不敢和别的鸡抢食。慢慢的熟悉了，好了，现在已经合群了。对榆木疙瘩来说，它们不光是2只鸡，也还是大棒子。望着它们，也等于看见大棒子了。榆木疙瘩对这2只芦花鸡特别的爱惜，甚至都到了护短的地步。要是有哪只鸡敢欺负他们，榆木疙瘩就会把那只惹事的鸡捉过来，刷它的尖嘴巴，一边打还一边骂：日亲妈妈的！这2只芦花鸡算是被榆木疙瘩闷过来了，但是却不愿意在榆木疙瘩的家里下蛋，一有空就偷偷跑回端方家的草垛子上，下完了蛋再回来就喊咕咕嘎咕咕嘎咕咕咕咕嘎，这是告诉它的主人它下了蛋了。榆木疙瘩的心很细，花了一整天的功夫盯上它们。答案找到了，就在端方家的草垛子上。这2个东西吃里扒外了。榆木疙瘩特别的恨，他拿着温热的鸡蛋来到佩泉的面前，把情况向佩泉说了。佩泉什么都没有说。佩泉那一天他把端方打成那样，端方一直不肯还手，心里头对端方反而有了几分的怵。佩泉说：算了，把2只鸡卖了吧。榆木疙瘩的脖子歪了，说：不卖。红旗却咽不下这口气，老实说，在处理大棒子的事情上，红旗就一直没有咽得下这口气。大棒子死了，网子还活蹦乱跳，凭什么呀？少说也得让他吃点苦头。红旗对佩泉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，没有理由，红旗就喜欢这样。红旗喜欢对一个人忠心耿耿，这样心里头舒服，日子过起来也踏实。红旗永远都要跟在佩泉的后头，做佩泉手下的积极分子。红旗决定为佩泉做点什么，当天下午就把网子收拾了。红旗用麻袋悄悄套住了网子的脑袋，摁在墙角，一顿拳打脚踢，谁都没有看见。网子的鼻子和脑袋都破了，哭着回家了。王存良把网子拉到自己的眼前，瓮声瓮气地问：谁干的？网子说不出。网子说他的脑袋被人用麻袋蒙住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王存良憋了3、4口气，到底憋不住了，冲到墙角就操起了扁担。好在端方在家，一把拽住了，死死地摁住了。端方说：“你找谁去？”王存良说：“我找榆木疙瘩。”端方说：“不是他。”王存良说：“不是他是哪个？”端方说：“不是他。”王存良梗起脑袋说：“不是他是哪个？”端方说：“反正不是他。”网子被人暗算了，最伤心的当然还是沈翠珍。对网子来说，这样的处境其实很危险了。沈翠珍望着网子头上的血，冲到了天井的外面，突然就是一声嚎哭。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巷口一边哭一边骂。红粉也出来了，站在后妈的旁边，没有哭，嗓子却比后妈还要大。这一对平日里不和的母女终于走到了一起，齐心协力。他们对着天，对着地，对着空洞洞的巷口诅咒痛骂。红粉的诅咒刻毒而又凶猛，威力巨大，却没有一个人出面，没有一个人接他们的话茬，连一个劝的人都没有。到了晚饭时分，沈翠珍和红粉才平息下来。不平息下来又能怎么样呢？其实他们有数，这件事和榆木疙瘩家有关，一定有关。但是没有证据，你就不能血口喷人。王存良不吭声了，红粉不吭声了，沈翠珍也不吭声了。但是不吭声并不等于事情过去了，相反，只是一个开始。一家子都明白这样的道理。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，麻烦的日子还在后头，说不定网子或端正还会有什么凶险。老话说得好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要是总被人惦记着，日子是没法过的。端方没有说话，却有了坚定的主张。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他一定要让王家庄的人看看，惹到他端方的头上究竟能落到什么好。这件事必须了断，今天就了断。吃晚饭的时候，端方给网子盛了一碗稀饭，自己也盛了一碗，交代了几句，出去了。沈翠珍看了一眼端方，心里头极不踏实，说：“你做什么去？”端方什么也不说。沈翠珍又追了一句：“你做什么去？”端方还是什么都不说。端方带着网子，手里头端着碗，四处瞎逛，最终来到了河边。端方终于看见佩泉了，大陆、国乐和红旗他们都在。这就好，端方对自己说。佩泉他们围成了一个小圈，每个人都端着各自的晚饭碗，正在说话。端方走上去，笑着和佩泉打了一个招呼。佩泉没有料到端方会和自己这般客气，有些诧异，连忙笑了笑。端方顺便和大陆也打了招呼，还有国乐，还有红旗。端方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，端方和红旗打招呼的时候，红旗向佩泉的身后挪了一小步。端方看在眼里，都看见了。佩泉刚想和端方说些什么，却看到了网子脑袋上的伤。网子伤得不轻，佩泉眨巴了几下眼睛，虽说不知情，却猜得出发生了什么，拿眼睛看四周的几个人。端方顺着佩泉的目光打量过去，佩泉和端方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扫了过去，一遍扫下来，佩泉的心里有了几分的数。
端方的心里同样有了几分的数，但是谁都不提，就当没这档子事儿。端方吃完了，把手里的碗筷递到网子的手上，叫网子拿回去。端方看着网子走远了，来到佩泉的身边，一只手搭在佩泉的肩膀上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似的。端方和佩泉一起走出去4-5步，从佩泉的手上取下饭碗，放在了地上。佩泉不知道端方要做什么，很不自在地笑了笑，说：做什么？端方说：佩泉，你也看见了，我们家网子被人打了。佩泉说：不是我。端方说：我知道不是你，这种事你做不出。佩泉说：那你来找我做什么？端方说：我们家网子是被狗咬的。佩泉笑了，说：你找狗去啊。端方没有再说话，突然弓起膝盖，十分凶猛地撞在了佩泉的小肚子上。大陆、国乐和红旗都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佩泉已经倒在地上了。端方的这一下可是使足了力气，佩泉又是饱肚子，疼得说不出话，气都喘不出。找狗去！端方大声喊道：找狗去，我丢不起那个人，老子要打的就是狗的主人，老子打你！狗咬一次人，我打你1次；咬2次人，我打你2次。端方喘着气说：佩泉，不服你起来！大陆、国乐和红旗都围上来了，端方没有走，就站在他们的中央。他在等，他是有准备的，腰里头带了家伙。他想好了，不管是谁，不管吃了谁的苦头，他都不理。他今天只盯着一个人，那就是佩泉。他在等佩泉站起来。佩泉终于起来了，他没有扑到端方的身上去，只是弓着腰在那里喘气，看起来他一时半会儿是还不了手了。端方也没有再动手，却把纸烟掏出来了，叼了一根，给了红旗一根，给了大陆一根，给了国乐一根，最后给了佩泉一根。佩泉没接，端方的手就举在那儿，最终还是接过去了。红旗从端方的手上抢过火柴，帮大伙点上了。没有人说话，一帮人就那么闷着脑袋，认认真真的吸烟。香烟真是个好东西，是男人就应该叼上它。就这么抽着烟，端方把话题岔开了，开始了说笑。网子的事一个字都没有再提。端方对佩泉客客气气的，佩泉对端方也客客气气的，都像是多年的朋友了。不过周围的人看得出，端方今天在佩泉的头上拉屎了，不仅把屎拉了，甚至把尿尿了，甚至把屁放了。佩泉这一回完全跌软了，是个蜡烛坯子，散了一裤裆的熊。临了，端方把烟头掐灭了，丢在了一边。端方说：佩泉，过去的事我们都不再提，我对天发誓，从今往后我不惹你，你呢也不要惹我。端方通情达理了，说：我们就算清了，好不好？佩泉说：好。端方说：你想好了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好不好？佩泉看了看四周，斩钉截铁了，说：好。端方说：你们都姓王，大伙说呢？大伙说：好。王存良一直站在一棵树的后面，
没有出面，但是他都看见了，他都听见了。王存良无比的宽慰，突然就想起了一句老话：养儿如羊，不如养儿如狼。端方在外面逛了一圈，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没想到三丫在他的家里，正在和红粉说话。沈翠珍和红粉今天傍晚在巷子里骂了半天，没有一个人出面，没有一个人来串门。没想到三丫过来了，看起来这孩子倒是一个热心肠的人。沈翠珍刚刚和三丫说了几句网子的事，红粉却从箱子底下把自己的衣裳端出来了。三丫是知道的，红粉今年的年底要出嫁，这些日子一直忙她的嫁衣，便对沈翠珍笑了笑，把话题转到针头线脑上去了。沈翠珍瞥了一眼红粉的衣裳，一个人到天井去了。说起红粉的嫁衣，沈翠珍蛮伤心的。到底母女一场，沈翠珍从心底里希望自己能够替女儿把好这一关。红粉不让，就是不让。沈翠珍趁红粉不在家的时候，偷偷地瞄过几眼，针线粗得像狗啃的。女儿的嫁衣太难看了，她这个做母亲的脸往哪里放？沈翠珍不好说，也不敢说，就觉得丢人。三丫跑到端方的家里来，是因为她和母亲又吵架了，当然还是因为三丫的婚事。三丫又把一个提亲的人给回了，看还没看，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他就把人家回了。从歇夏开始，孔素贞就一直在外面托人，好不容易又说了一个，三丫轻飘飘的就打发了。做女儿的哪里能体会做母亲的心思？做母亲的没有别的，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着落，赶紧把终生的大事定下来。可三丫这一头也有三丫的苦衷，主要是自尊心被伤得太深了。给三丫做媒的一般都知道三丫家的情况，商量好了似的，介绍过来的不是地主的儿子，就是汉奸的侄子，再不还乡团团长的外甥。三丫有一个感觉，天底下所有做媒的人都不是在给他说媒，而是合起伙来把他三丫往粪坑里推。好，你推，我还不见了，通通不见。孔素贞急了，问三丫：你当你是谁呀？声音虽然小，挖苦的意思全有了。三丫说：还能是谁？你孔素贞的闺女。话里头有怨了。孔素贞说：不是吧，我看你是金枝玉叶。三丫说：全托了你的福了。这句话露骨了，孔素贞想，怪罪自己的意思全有了。可这句话他能够说吗？做母亲的又不是阴阳先生，哪里能知道哪一块云底下是风，哪一块云底下有雨？早知道是这样，就是把缝起来，也不会生出你们来。孔素贞伤心了，说话的声音虽轻，但是话重了。孔素贞说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丫头，你的心喂狗了。三丫知道自己的母亲冤，可最冤的还是自己。这么一想也伤心了，话也一样的重了。三丫说：你的心为了我，我怎么知道我就不是一条狗？我生下来就是一条狗。这句话是一巴掌打在了孔素贞的脸上。孔素贞气急败坏，说：你是狗就好了，你要真的是狗，公狗会追着你的屁股转，何至于我来操这份心？母亲看来是气急了，终于戳到了三丫最疼的地方。
三丫盯着自己的母亲，眼眶里闪起了泪花，突然笑了，说：我求你别说了，妈，你别说了，帮帮忙吧。三丫的话是有出处的，点在了孔素贞的死穴上。多年以前，父亲王大贵上了水利工地，前脚出去，支书王连芳后脚就跟进来了，请孔素贞给他帮帮忙。素贞帮了许多次，三丫撞上过一回。这会儿三丫把帮帮忙这3个字端出来，嗓子虽然不大，在孔素贞的那一头却是迅雷不及掩耳。孔素贞愣在那里，点上了大贵的烟锅。孔素贞望着手上的烟，好半天说：丫头，等你真的做了女人，当了妈，你会到我的坟上去，为你的这句话专门给我磕9个响头。三丫捧着红粉的嫁衣，嘴里头一直在夸耀红粉的针线，却有些心不在焉了。她不停地往外瞟，端方就是不进来。三丫已经看出来了，端方就像没有三丫这个人似的。他是故意的呢，还是忽略了呢？他是骄傲呢，还是害羞呢？三丫没有把握，其实也没什么。端方的骄傲是迷人的，端方的害羞就更加的迷人了。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往往会走险，赌，拿一生去赌。三丫想了3、4个晚上，决定赌输了，她这一辈子就决定不嫁了。去他妈的，无所谓了，事关命运，三丫做得出。其实三丫并不是一个拘谨的姑娘，小时候又特别的受宠，能说会跳，活泼得很，上树下河，男孩子敢做什么，三丫就敢做什么。但是刚刚懂事，刚刚知道家事，三丫就彻底泄了气。也好，三丫倒成了一个文静的姑娘了，也省得别人再说她是假小子。然而说到底，文静是做给别人看的，女孩子的内心毕竟还是由别人看不见的那个部分组成的。到了绽放的时刻，你以为她的一枝一叶都羞答答的，其实是横冲直撞。三丫没有偷偷摸摸，直白的近乎抢劫。大白天的，他把端方拦在了合作医疗的大门口。三丫叫过端方的名字，没有绕弯子，轻声说：晚上我在河西等你。色胆包天了，不亚于晴天里的霹雳。三丫一说完就走，端方一个人站在合作医疗的门口，像一个白痴望着三丫的背影。三丫已经走远了，端方永远都不会知道三丫的心脏在巷口的拐角已经跳成了什么样，用巴掌捂都捂不住，用绳子捆都捆不住。端方站在合作医疗的大门口，在某一个刹那，脑子里并不是三丫，突然跳出来的却是他的高中同学赵杰。这个感觉特别了，像初愈的伤口，不痛了，却痒得出奇。端方渴望伸手去挠一挠身上的痒，却找不到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伴随着这一针的痒，赵杰的形象一点一点的模糊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三丫。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赵杰，就这么轻易的打发了。晚上，我在河西等你。吃完了晚饭，端方就跳到了河里，他要在河里洗一个澡。屋后的这条大河现在不再是河，对端方来说，它成了巨大的澡堂，属于端方一个人。
河水被夏天的太阳晒了一整天，表面上已经很温热了，在夜色降临的时分，升起了一层薄薄的雾，这一来就更像一个澡堂了。而河底的深处依然十分的清凉，这就是说，端方洗了一个热水澡，同时又洗了一个凉水澡。这个感觉相当的酣畅，近乎奢侈，有了放浪的迹象。端方在水里头折腾，其实是在消磨时间，等天黑。天黑的相当慢，其实也相当快。天到底黑下来了，端方带着一身的肥皂气味，悄悄来到了河西。河西是一条笔直的大堤，大堤的两侧栽满了泡桐，仿佛一条黑洞洞的地下隧道。天慢慢的黑结实了，头顶上的泡桐树叶沙啦啦的响个不停，地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风。哪里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完全是风欲静而树不止，像不可收拾的颤抖。三丫突然出现在端方的面前，准确地说，三丫粗重的鼻息出现在端方的面前。他的鼻息像小母驴的秃噜，两条浓黑的身影就那么立在大堤上，谁也不敢贸然做出任何的举动，都有些骇人了。两个人就这么站着，就好像他们的生活一直都在等待，等待的就是此时，就是此刻。三丫的果断和勇敢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，她不想再等了。三丫直接扑进了端方的怀抱，一点过渡都没有，直接把等待变成了结果。三丫的脸庞贴在端方的胸前，一把搂住端方的腰，箍死了，往死里抠。这是端方的身体第一次和女孩子接触，端方不敢动，端方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呼吸，找不到不要紧，那就用嘴呼吸。三丫仰着脸，她的小母驴一样的秃噜打在端方的脸上。端方用他粗力的大手把三丫的脸蛋子托起来了，这是三丫的脸，像一个椭圆的担子。端方把三丫的脸蛋子托在掌心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才好了。突然闷下脑袋，把嘴唇摁在了三丫的嘴唇上。端方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动作会如此的精确，比雪花击中大地还要精准。他们忙里偷闲，开始呼唤对方的名字：三丫、端方、三丫、端方、三丫、端方。端方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说什么，究竟要干什么，不知道就用力气。端方蛮了，三丫喘不过气来，他要换气，只能张开了嘴巴。三丫把他的嘴巴一直张到了极限，附带发出了绝望的却又是忘乎所以的叹息。他想叫，他要叫。三丫的嘴巴刚刚张开，端方却无师自通，他的舌头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三丫的嘴巴。他们的舌尖像两条困饿的黄鳝，搅和起来了，充满了韧性和爆发力。他们立即从对方的舌尖上发现了一个永远都无法揭示的秘密，这是一个惊人的秘密，惊天动地的秘密。奇异的感觉一下子钻进了端方的心窝，几乎在同时，两个人都打了一个激灵。这是一个高度危险的感受，着实把他们吓着了。他们停顿下来，然而危险并没有发生，
好好的，什么危险也没有。虎口脱险了，死里逃生了，劫后余生往往会反过来激发人们的勇气，只想着再来，再来，再来一次，再危险一次，再惊天动地一次，再死里逃生一次。他们不再是亲嘴了，几乎是搏斗。他们张开嘴像撕咬，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叼在嘴里，嚼碎了咽下去。他们在轻轻地咬，恶狠狠地吮吸，好像不这样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端方，为了这个晚上，死都值得。怎么能死？还有明天，还有后天，还有大后天。第二天的晚上，他们没有到河西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河西毕竟是露天，他们不喜欢。现在他们最喜欢和最需要的是一间房子，只要有四面墙，哪怕是牛棚，哪怕是猪圈，能够把自己十分妥当地包围起来，那就好了。端方到底是端方，有主意了。他把三丫带到了王家庄小学的教室，他当年读小学的地方。眼下正是暑假，学校里空旷得很，寂静得很，像一块墓地。所有的教室门窗都封得死死的。端方悄悄潜入了学校，决定爬窗户。推了几下，没耐心了，一拳头就把窗户上的玻璃捅开了。玻璃的破碎声突兀而又悠扬，在寂静的黑夜里划开了一道道不规则的长口子。端方蹲下身子，机警地听了一会儿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端方悄悄拉开了插销，抱起三丫，把她塞进了教室，然后猫着腰进去了。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。端方重新关上窗户，现在一切都妥当了。教室变成了天堂，是漆黑的无声的天堂。在天堂里，漆黑是另一种绚丽，另一种灿烂，是看不见的光彩夺目。端方和三丫都看不见对方，但是脸上都挂上了胜利的微笑。因为无声，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夜的一个部分。他们又开始亲嘴了，迫在眉睫，却没有找对位置，也就是3、4下，找准了。一上来就全力以赴，有点像最后的一搏，是那种鞠躬尽瘁的劲头。他们不是亲嘴，是吃，可是吃不饱，越吃越饿。端方毫无缘由地揪住了三丫的奶子，端方揪住他们，就好像三丫的奶子不再是奶子，而是救命的稻草。一撒手就没命了，一撒手就掉进了无底的深渊。三丫听到了端方吃力的喘息，知道了端方他喜欢这个地方，端方他需要这个地方。三丫捂住端方的手，把端方的双手挪开了，低下头开始解他的纽扣。三丫的胸脯光洁挺拔，是她骄傲的地方，是她最为光荣的隐秘。只可惜端方看不见了。如果端方看见了，他一定会加倍的喜爱，加倍的珍惜。三丫的这一块地方是他的圣地，既然端方喜欢，三丫就给他，他什么都舍得。三丫把他的花褂子脱了下来，挂在了端方的肩膀上。端方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知道了，三丫的上身已经是一丝不挂。端方害怕了，三丫的举动太过珍贵了。
三丫把嘴唇一直送到端方的耳朵边，不是用声音，而是用颤抖的气息问他：端方喜欢不？端方用同样颤抖的气息做出了动人的响应：喜欢。三丫特别的感动，可以说喜极而泣。端方的回答使三丫得到了格外的鼓舞。三丫说：都是你的。这句话大胆了，可以说义无反顾。端方依靠三丫的语气，清晰地听见了三丫的表情，是大无畏才有的镇定。三丫的镇定有感人心魄的震撼力。端方的心里突然害怕了。端方说：三丫，你怕不怕？三丫说：我怕。你呢？端方说：我也怕。三丫仰起头说：其实我不怕，只要有你，我什么也不怕。三丫替端方把上衣扒开了，她爱这个地方，这是她情窦初开的地方。他们的胸口贴在一起了，这是一次绝对的拥抱，它更像拥有，不可分割，是血肉相连。如果分开来，必然会伴随着血光如注。他们心贴心，激荡、狂野、有力，然而两个人都觉得安宁了，清澈了，感伤了，无力了。他们的胳膊是那样的绵软，有了珍惜和呵护的愿望，他们都感觉到了好，想哭，沁人心脾。端方抚着三丫的两个奶子，对这个好了，就担心冷落了那个；刚刚安慰了那个，又担心冷落了这个，手忙脚乱了。宁静重新被打破了，清澈同样被打破了，激荡和狂野又一次占得了上风。端方用他的嘴巴含着三丫的奶头，顽强地吮吸。端方每吸一口，三丫都要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抽出去一样东西，慢慢地空了，飞絮那样成了风的一个部分，有了瘫软或迷失的迹象。而端方越来越有力气，浑身的力气都集中在了某一个特殊的地方。端方一把就把三丫的裤子扯开了，压在了三丫的身上。三丫知道时候到了，这样的时候终于到了，到了自己用自己的身子去喂他的时候了。三丫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自己的身子，只有身子才是三丫唯一的赌注。三丫不会保留的，他要把赌注压上去，全部压上去。但三丫并没有马上配合他，他把两条腿并在了一处，弓起来，用膝盖死死地护住了下身。三丫把他的嘴巴一直送到了端方的耳边，想对端方说些什么，想了半天，还是不知道说什么。三丫悄声说：端方，亲我一下。端方就亲了一下。三丫说：再亲我一下。端方又亲了一下。三丫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三丫说：端方，再亲我一下。可端方等不及了，他掰开了三丫的大腿，摁住了，顶了进去。三丫死死抓住了端方的胳膊，说：哥，三丫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要对她好。